這個男人太傻了，撿到4000塊錢卻借40塊錢車費到西安還給失主。失主很感激他，找媒體報道了他。讓人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男人窮得連衣服都買不起，卻是建了6所學校的代課教師。他叫李小鵬。1989年，為了給癱瘓的父親治病，他放棄了高考，回到老家謀生。他充滿遺憾又倍感無奈。在這個貧困的村莊裡，他成了村裡唯一的高中生。村裡鄰居覺得他懂得很多，很多事情都來請教他。一次偶然的閒談，村幹部對他說：“你文化高，也教教村裡的孩子嘛。”這時李小鵬才發現，村裡400多戶人家，7到13歲上百個孩子，愣是沒有一個學生。於是他抱着試試看的想法，向村委會要了3間閒置倉庫當教室，自己當老師。沒有學生，他就挨家挨戶去動員，讓家長送孩子來上學。他們動員到學校，我當時給動員他們的時候，我說老師已經堅持到底，只要你上學，老師哪怕就這個已經要堅持下去。可是當代課教師的工資太低了，每個月工資只有40塊錢，根本還不起為父親治病時欠下的外債，而外出打工每月能賺1500元。剛開始李小鵬幾乎動搖，想放棄當代課教師，一邊是生活，一邊是承諾，最終他選擇全部扛下來。此後他就改變了自己的打工方式，周一到周五在學校教書，周末到西安給人家打短工還債。村裡人發現一到周末李小鵬就消失了，而在下苦力的工人中卻多了一道身影，工友們都叫他苦力老李。有一次星期天打工回去之後，人家回到学校剛睡了2個小時，到第二天又給學生上課的時候，我上課的時候給學生寫字的時候還瞌睡了，在黑板上手挖着就不知道寫字，站着就睡着了，站着睡着，給學生正講課的時候寫字的時候就睡着了。說那一看老師不動他，就讓我有病了他。看見老師，我才了解他睡着了。1997年，3間倉庫成了危房。為了給學生建新的校舍，李小鵬開始頻繁前往西安找相關部門尋求資助。雖然常常無功而返，但他並不放棄。在村裡到西安的崎嶇山路上，常常能看見他孤獨身影。在他不懈的努力下，最終李小鵬拿到了市教育局4萬多元的資助。回到村中，他立馬動員村民開始動工。3個月後，新的學校就建成了。上學的孩子也越來越多。然而隨着學生增多，公辦老師陸續派入，只是代課老師的李小鵬卻被派去了更破的學校。就這樣，李小鵬堅持了23年，在此期間他陸陸續續建了6所學校。2006年，李小鵬在往學校的路上撿了一個錢包，裡面有4000塊錢還有證件。他在原地等了3個多小時，沒見失主回來尋。無奈之下，他向鄰居借了40塊錢車費，照着證件上的地址到西安尋找失主還錢。失主為了感謝李小鵬給了感謝金，可李小鵬硬是1分沒要。之後失主找媒體報道了這個故事，李小鵬的事跡才得以推到人前。被媒體報道後，社會熱心人士捐了4萬元讓他還債，而他卻轉身又辦了一所免費幼兒園，讓更小的孩子能上學。可當自己女兒想吃冰棍時，他翻遍口袋卻只能掏出1塊錢。當時我念着都流下來，這男人說實話太丟人了。我當時把那1塊錢給我心裡說實話也難受，你知道嗎？這是這麼多年來讓他提起就想落淚的事情。他沒愧對社會，卻愧對自己的女兒。有人說他是個傻子，當了半輩子代課教師，卻依然是個落魄戶。但李小鵬卻無怨無悔，因為在他心中有一個願望一直支撐着他，那就是希望有一天能轉正。你是不是特大的理想是真的有人能給你正正經經的過一次教師？正經過把我當公辦老師一樣，給我去過一次教師節，人家領導講的話都教師節。可惜這個願望沒能實現。2012年，李小鵬因車禍去世了。在他車禍的摩托車上還帶着給幼兒園孩子新買的書。到了最後一刻，他也沒有忘記當初說做老師做到底的承諾。如今這麼多年過去，李小鵬的事跡很少人知道，就算曾經知道的人也已經逐漸淡忘。今天我們重溫了他的過往，只是想讓更多的人知道，這樣美好的人也曾來過這個世界，閃爍着人性的光輝。他用他最真實的一面溫暖了部分人的心間。